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肠道干燥、总是便秘的情况。那偶尔便秘没有什么，但如果长期便秘就要重视了，会给身体造成很大影响。那便秘该怎么缓解呢？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叶子。第一种，桑叶。桑叶大家都很熟悉，养蚕的时候经常会用到。其实桑叶呢也是一种中药材，其中含有矿物质成分，能促进肠胃吸收、润肠通便，所以经常用桑叶泡水喝，可以缓解和预防便秘发生。第二种，荷叶。荷叶属于草本植物，药用价值也很高。荷叶中富含生物碱、纤维素等物质，有利尿消肿、分解脂肪、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。那经常便秘的，用荷叶泡水喝，不仅可以缓解便秘，还有减肥瘦身的功效。如果将这2种叶子放在一起泡水喝，效果呢会更好。便秘的危害大家是不能忽视的，除了食疗的方法外，还要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，适当的进行运动。没事多喝水，还有呢饮食也要多注意，这样可以保证肠道健康，预防便秘发生哦。有些人胃不好和饮食不规律有关，而有些人可能是胃里有幽门螺杆菌，所以肠胃功能出现了紊乱。那胃不好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2种植物，用来泡水喝有很好的养胃效果哦。砂仁，砂仁是一种植物的果实，有很好的药用价值，能够帮助暖胃驱寒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能帮助中和胃酸，修复胃黏膜，有抑制幽门螺杆菌、养胃护胃的作用。桂花。桂花茶大家肯定都喝过，桂花含有的营养很多，具有健脾养胃、疏肝理气的作用。那胃不好的朋友用桂花茶泡水喝，能够帮助养胃杀菌，修复胃黏膜，对胃部健康有帮助哦。人想要瘦身要抓住一个好时机，而在月经期后呢，是女人的掉肉期，尤其呢是月经结束后的3天，若能抓住的话，瘦身效果会事半功倍哦。那么大家可以常喝2种水。薏仁水，很多女性肥胖都是因为体内存在湿气，而薏仁呢有很好的去湿气的作用，经常用薏仁泡水喝，可以帮助健脾，还能够促进脂肪排泄，对瘦身有帮助。荷叶水，我们还可以呢用干荷叶泡水喝，因为干荷叶含有很多碱性物质，经常喝可以帮助脂肪分解，防止身体肥胖。而且荷叶中还含有茶瘦素，能够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，所以呢坚持喝能够帮助体重降下来哦。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很多人喜欢吃。有人说早上空腹吃几粒花生有养胃的作用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花生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膳食纤维以及磷脂，有抑制胃酸、保护胃黏膜的作用。所以呢，每天早上吃几粒，最好不要超过50克，是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的。虽然花生有养胃的作用，但是呢，有2类人要注意是不适合吃的。第一种，胆囊切除的人，因为花生里有很多油脂，而这些油脂是要靠胆汁消化的，所以胆囊切除的人是不适合吃的。第二种，有胃病的人，虽然花生养胃，但只针对胃好的人。如果有胃病，吃太多花生容易烧心、消化不良，所以胃不好的人就不要吃了。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阳气不足，那阳气不足会使免疫力降低，影响健康。那生活中有2件损阳的事儿，大家尽量少做。第一，久坐不动。长时间坐着不动会影响血液循环，使阳气损耗，所以呢要改掉这个坏习惯。第二个，熬夜。如果总熬夜会影响阳气的收敛，如果阳气得不到补充，那么人就会出现阳气不足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保持体内阳气充沛呢？不妨在秋冬常做2件事：多泡脚。泡脚呢，加快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刺激脚底的涌泉穴。那涌泉穴有提升身体阳气的作用。多晒太阳。在太阳充足的时候，大家多晒一晒后背，也能够帮助补充阳气。大家呢可以经常做一做哦。洗澡，很多人认为是很简单的事情，洗洗就得了。其实洗澡也是有讲究的哦。尤其呢是洗澡的时间，要尽量的避开下面这3个时间。第一个，运动完之后。运动完后我们的毛孔呢是处于打开状态的，如果着急去洗澡，很容易呢让湿气进入身体，不利于健康。所以大家运动完可以呢先休息半小时，然后再去洗澡比较好。第二个，
早上起床后。这个时间也是不适合洗澡的，因为早上温度呢比较低，如果这时洗澡，很容易让湿寒之气趁虚而入，所以大家也要尽量的避开。最后一个晚上10点以后，那这个时间啊，温度也是很低的，而且身体的阳气也处于下降状态。如果洗澡容易赶跑体内阳气，让湿寒之气有机可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呢，不管男女，洗澡的时候尽量避开上面这3个。双腿啊是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，所以呢也是人体中最容易衰老的。所以想要身体好，就得好好的保养双腿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练腿的动作，最适合冬天做了。这个动作就是下蹲。那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方法呢也很简单。首先保持全身放松，两脚分开，略比肩宽，两脚脚尖朝外，然后慢慢的弯曲膝盖，直到大腿和地面平行，每次坚持5秒，再慢慢的起身。要注意整个过程从头到腰都要保持挺直，每天做30个以上。这个可以因人而异，循序渐进的做。这个下蹲动作呢，可以增强下肢的肌肉力量，强健关节和骨骼，延缓膝盖老化。每天坚持做，让你人老腿不老。很多人晚上睡不着就数羊，但是啊，越数越精神。如果吃安眠药吧，时间长了对身体也不好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试试在睡觉前在枕边放一物，对促进睡眠有帮助。那就是茴香了。茴香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调味品，我们做菜的时候会用到。大家呢可能觉得茴香有点刺鼻子，其实啊，只要你仔细的闻一闻，还是感觉很舒缓的。那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准备一个小香囊，然后抓一把茴香放在里面，将口封住，放在枕头边上。因为茴香里含有茴香脑、茴香醛等成分，有很好的镇静安神作用，所以睡前闻一闻能促进睡眠，帮助提升睡眠质量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大作用哦。大家可以试。生活处处是压力啊，来自生活的、工作的、学习的等等。这样压力大了，就可能会使人出现失眠的情况。如果长时间失眠，健康呢也会受到影响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，有助睡眠。酸枣仁，酸枣仁是一种植物的果实，营养啊很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有养心安神的作用。那用炒熟的酸枣仁泡水喝，对促进睡眠有帮助。白子仁，白子仁性平，不寒不燥，而且气味清香，其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、皂带、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，有养心安神、润肠通便的作用。那每天用15克左右的白子仁泡水喝，对心烦意乱、失眠焦躁有很大帮助。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，都会来月经，而月经呢是由子宫内膜脱落的产物，如果没有子宫，那么也没有月经。所以呀，我们可以呢通过月经来看出子宫的健康状况。那如果月经出现3种异常，就要注意子宫的健康喽。1、月经颜色异常。正常啊，月经颜色呢应该是红色，若发现啊经血变黑或者是红中带黑，就可能是子宫出现问题了。2、月经量过多。本来挺正常的月经啊，若发现月经量突然变多，也要小心是子宫出现了问题。3、突然停经。如果不是到了该停经的年龄，出现停经的情况，也要小心是子宫出问题了。那上面这3个异常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子宫保养的还不错。久治，现在有痔疮的人啊也越来越多了。那出现痔疮真的是让人既痛苦又尴尬。那平时我们该怎么缓解呢？不妨试试常吃下面这2种食物吧。竹笋。竹笋是一种味道鲜美的食物，受到很多人的喜欢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。如果你经常出现痔疮，那么就可以吃点竹笋，能润肠通便、消肿化瘀，对缓解和预防痔疮有帮助。无花果，无花果是一种很好吃的零食，女性经常吃有美容养颜的作用。除此之外，无花果中有丰富的食物纤维，经常吃能通便润肠，对便秘和痔疮都有预防的作用。子宫啊，对女性啊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平时生活和饮食的不注意，就可能会伤害到子宫。那下面呢，木子给大家总结了3个不利于子宫健康的行为。
经期吃生冷食物，那女性经期抵抗力和免疫力都比较低，若是吃生冷食物，不注意保暖，容易使寒气入侵，出现痛经的情况，不利于子宫健康。爱生气，经常生气会影响气血运行，时间长了体内堆积毒素，那子宫也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女性朋友要经常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。总熬夜。熬夜真不是一个好习惯。那长期熬夜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影响身体排毒，对子宫健康也有影响。所以这个行为最好也不要有。如果这些行为你都没有的话，子宫保养的还不错哦。得啦，就8宝到这儿吧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